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赵丽颖深夜互撩，粉丝心脏承受不住赵丽颖暖心一句别累垮，王一博立马变乖乖子，展现宠溺一面。这俩人这是又玩哪一出啊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在那边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手机屏幕的光明明灭灭，我瞅着他们俩那互动，真想把手机扔出去。说什么呢？王一博那边刚结束一场硬仗，身体肯定累得不行，赵丽颖倒好，一句别累垮就跟点穴似的，把他给治得服服帖帖的，立马就跟小媳妇似的乖巧了，还把宠溺的样子给摆出来。我这是在看戏呢，还是在吃狗粮呢？真是让人心痒痒。你看啊，这王一博刚从那个什么赛车场上下来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一身的汗，估计腿都还在发抖。结果呢，人家赵丽颖那边粉丝会直播，他也在底下留言问是不是很累，他就那么简简单单一句说你别累垮，这话听着普通，可里面那份关心，那份惦记，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然后王一博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在那边回复知道了，会注意身体的，那语气那态度怎么说呢，就像个犯了错被大人训了的孩子，乖乖认错，还带着点撒娇的意思。这可真是让人家粉丝的心情像过山车，刚还在担心他累着，下一秒又被这小俩口的互动甜到不行。我就是觉得这种时候本该是好好休息的时候，他却还在关心粉丝，还在跟赵丽颖互动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心里有数，知道怎么平衡。比赛成绩固然重要，但粉丝的心意还有身边人的关心也同样重要。赵丽颖这一句看似不经意，实则暖人心。她自己也忙，通告接到飞起，还要操心这些，这份相互体谅才是最难得的。这圈子里有多少人在那儿装模作样，装得好像自己多努力多不容易似的，可真的到了关键时刻就原形毕露了。王一博虽然年轻，可他这份真诚，这份实在，真的难能可贵。他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，说什么做什么都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。他那种回应不是对着镜头演出来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再说赵丽颖，她已经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她的经历，她的坚韧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她不是那种只会炒作的人，她的作品，她的实力，才是她最硬的底气。所以她对王一博的关心也不会是那种虚头巴脑的套近乎，而是真正的惺惺相惜。这种女人谁不爱啊，谁不欣赏啊？这种画面越想越让人觉得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还能有这样一份简单纯粹的情感互动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大家都在拼，都在努力，为自己的事业，为自己的生活。但如果能有人在疲惫的时候给你一句温暖的问候，给你一个坚定的眼神，那份力量可比什么鸡汤都要管用。我就是在琢磨，有时候所谓的热搜，所谓的流量，不过是表象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那些真挚的情感，那些发自肺腑的关心。王一博这样的年轻人能懂得这份情谊，赵丽颖这样的人能给予这份关怀，这就是一种互相成就，一种正向循环。你看，这一个个小细节串联起来，就成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不是刻意安排的剧本，而是生活本身就是这么有戏剧性，又这么有人情味。他那边还在为比赛的成绩懊悔，可能还在为自己的表现不够完美而纠结，可就是这么一个忙碌的时刻，还能收到来自赵丽颖的慰藉。所以说，这种东西怎么看都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一个是在赛场上拼搏的少年，
一个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姐姐，她们之间的这种互动，既有晚辈对前辈的尊敬，也有同行之间的理解，更有一种超越了职业的友谊。我就是觉得，与其天天盯着那些八卦，盯着那些真真假假的传闻，不如看看这些，看看那些真正能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东西。王一博这一句知道了，后面藏着多少听话，多少感激；赵丽颖这一句别累垮，里面又藏着多少心疼，多少鼓励。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，不是吗？我就是在想，这种事情要是换了别人，可能早就开始炒作了，早就开始拿出来大做文章了。可他们俩呢，就这么静静的把这份情感藏在心里，藏在每一次的互动里。有时候，沉默就是最动听的语言，而最美的爱情，也许就藏在这些细微之处。这一下子，我的怒气消了大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在这个冰冷的娱乐圈，也并非全是尔虞我诈，也还是有这样暖心的瞬间存在的。这算不算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呢？或许吧，至少它让我觉得，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，还有一份真诚，还有一份懂得，是有多么的宝贵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自己也能收到这样的关心，遇到这样懂得我们的人，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。人生在世，最难得的，不就是这份相互的扶持，这份不离不弃吗？这样下去，我怕我的手机屏幕都要被他们俩的甜蜜给融化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的去缓缓，心脏有点承受不住了。真希望他们都能好好的，都能一直这样，保持那份真诚，保持那份对彼此的关心。这世道还能不能有点让人省心的事儿了？刚刷完比赛，就看到这一幕，现在好了，我的心都快被他们俩给揉碎了。你说，这的是多大的缘分，才能让一个人在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得到这样一句恰到好处的安慰？王一博和赵丽颖这对被网友戏称为跨年龄搭配的组合，近日因网友们的显微镜式解析，再度点燃热度。从同款帽子到颁奖台上的一个眼神交流，任何细节都被揪出来反复咀嚼。但问题来了，在这个全民课堂的时代，我们究竟是在见证一段真挚情感，还是一场精心布置的娱乐圈营销游戏？到底是网友的脑补太多，还是娱乐圈本身太会下套？跨越年龄差的美丽幻想，能经得起现实的风吹雨打吗？娱乐圈感情这回事，就像一部你永远猜不透剧情的肥皂剧。有人磕 CP 磕到扶墙直呼这就是爱情，也有人嗤之以鼻，10岁年龄差，怕不是在炒作。站在粉丝的显微镜下，王一博和赵丽颖仿佛自带剧本光环。2019年的一场微博互相关注，引起无数人遐想，接下来的各种互动，同款穿搭迅速成了大范围讨论的话题。但越多人关注，这对组合的争议也越多。有人说这是姐弟恋的典范，也有人嘲讽是娱乐圈的商业运作，还翻出了年龄差作为标尺。到底两个人是默契好，还是营销高？答案无人能定，却吊足了每个人的胃口。事情越挖越深，争议也越来越多。支持者摆出爱情无关年龄的旗帜，反对者却靠舆论三板斧寸步不让。站在支持者的角度，他们觉得明星与人无关，只管自己的幸福就好。隔壁老张娶了比他大10岁的老婆，不也挺幸福的？支持者纷纷举例，并用各种互动细节证明两人是真情。就连王一博在颁奖礼上回头看赵丽颖的妻子，以及那句希望下辈子早点遇到周翡，都被当成了爱情宣言。但反对者不买账，娱乐圈谁没点剧本？姐弟恋听起来挺美好，背后可能不过是一场人设营销秀。双引号。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可没这么复杂，老百姓聊起这件事，就是图个热闹。有人感叹岁月不饶人，
赵丽颖确实挺努力，王一博年轻，恋爱也正常。有人则看得更远，恋爱而已，又不是上战场，还分啥对错？越是争议不断，这个话题反而越火。网友们炒出了一片红红火火的互联网江湖，细细碎碎的八卦中隐藏着一种对爱情的高度期待，还有对明星得以自由恋爱的深深羡慕。表面上，这对 CP 的热度一次次被点燃，但深究起来似乎有些假性平静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王一博和赵丽颖始终保持着沉默，既不主动交代，也不刻意否认，让整个事件看似热闹，实则缺乏真锤。在这种沉默中，反对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。有粉丝扒出了两人的互动时间线，质疑是刻意策划，一双鞋、一顶帽子都能关联到爱情，这不天方夜谭吗？更有甚者认为，娱乐圈的感情戏何尝不是一场演得高明的戏，观众刷屏，热度让明星更红罢了。双引号，这一言论引发共鸣，有人开始反思，所谓双向奔赴，可能只是一头戏，另一头场下束手不动。而更多的声音到这里开始分裂，认为恋爱不该被拿来炒作的网友，严厉地指责消耗粉丝，靠热度维护流量，而认定这是真情的粉丝，则持续沉浸在每一个细节分析中，幻想着大结局时的甜蜜官宣。从外甥女不愿磕的代际冲突，到同款服饰是爱情证物的糖点说，网友让每一粒瓜都落到了地上，但彼此争执的声音也越来越尖锐。然而，就当大家以为事情将会随着热度消退而结束的时候，网络中冒出一则新的爆料，有知情人士声称，这对 CP 的确已经私下确定关系，却因为年龄差问题遭遇了团队的阻挠。一时间，舆论再次被绷紧，支持者搬出历史案例，像比夫妻年龄差异更大的也有过幸福结局，还有支持者大喊爱情看重精神契合，不该被年龄绑架。反方却也火力全开，10岁差，等王一博都老了，赵丽颖还能陪吗？一场年纪大小到底该不该影响爱情的论战再度升温。与此同时，王一博的那句希望下辈子早点遇到周翡被拔高为悲情色彩的表达，粉丝既感动又担忧，难道真是遭遇了外界的阻力？但更有反对者用同样的糖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读，欲盖弥彰，这不过是最旧的博取热度手法罢了。熟悉的糖被重新品尝时，味道已多了一分苦涩。网友从单纯的课堂党逐渐演变成了科学研究员， CP 博弈的复杂程度让人不禁叹息，还有谁玩得过娱乐圈的营销套路？经过这场情感暴风骤雨，故事表面似乎渐渐偃旗息鼓，两位主角依旧没有发声，也没有官宣，令整件事情留下了太多含糊和悬念。当然，这种哑火并不意味着争执的消散，舆论的磅礴洪流下暗流反而愈加汹涌，仍有粉丝表示不解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他们为什么还不敢大大方方说出来？但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恐怕不是不敢，是不想。明星的日子远没看起来轻松，公开关系未必对双方都有利。双引号，无论如何，这场关于是否应该跨越年龄差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。更让人伤脑筋的是，随着事件的发酵， CP 粉和反 CP 粉的阵营对立越发明显，甚至将矛盾升级到代际冲突。00后坚定认为年轻人恋爱自由，而绝大部分年长网友则嘲笑这些炒作真的很幼稚。看似平静的舆论，实则暗藏了更多难解的问题。如果非要说点什么调侃的话，那只能夸娱乐圈的这波糖撒的真有技术含量。一边是争议不断的跨年龄话题，一边是粉丝自发搜索痕迹制造热度。这现象看似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共鸣，却也暴露了背后的矛盾。爱情真的需要如此多的解释吗？是粉丝过度脑补，还是明星刻意吊人胃口？诚然，
一个爱情故事就成了网友自己情感的投射，但刀来糖去煎，却令人想笑中带叹，吃瓜而已，何必认真？双引号。所以，你觉得这对娱乐圈版姐弟恋到底是真爱还是套路？年龄差真的是不可逾越的障碍，还是只是我们在拿它说事？看了一圈热闹，你是更信爱情，还是更信舆论炒作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真实想法，毕竟每个爱情故事背后都藏着无数值得深思的问题。